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继续来聊爱马仕。上一个视频里面我做了这一支 Birkin 包的开箱，而且讲了很多关于 Birkin 包包的干货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去看那支视频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，还有下面的信息栏。那今天这支视频呢，就继续来说我买这支包包的经过，还有我配了哪些货，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总结的一些经验还有技巧。那这个是我的第一支 Birkin， 所以整个过程呢还是挺让人激动的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可能会有一点啰嗦，因为我想呈现更多的细节，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，特别是对于刚开始入坑爱马仕的朋友们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。那我这只包是在纽约 Madison Avenue 那家店买到的。那现在受疫情的影响，纽约的爱马仕，我不知道其他的城市是不是也一样，就是不接受 walk-in。如果你要是去的话，必须要提前预约。那如果你有认识的 sales 的话，就私下跟 sales 联系时间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要是不认识 sales， 可以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的方式预约。我会把 Madison Avenue 这家店的预约联系方式放到下面信息栏。听说发邮件预约的回复会更快一点。我就是联系年初买菜篮子的时候认识的那个 sales。我觉得他还蛮好的，就是我买完菜篮子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他，也再也没有去店里买过什么东西。然后他收到邮件之后还蛮快就回复我的，而且我在邮件里题目里就特别直白的说我想要 Birkin 25。当然我也了解爱马仕的套路，在邮件里面也说我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东西。那预约好了时间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研究配货了。之前一直没有动Kelly Birkin 包包的心思，主要是怯于爱马仕的这个配货制度。但后来我做功课之后发现，除了包包，爱马仕家其实有蛮多东西还是值得入手的。所以这次的配货呢，还都挺满意的，没有说为了配货而硬配。那到店里之后，我并没有一上来就问有没有包，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记录不太高，只买过一个菜篮子嘛，对于我这种顾客，他们肯定不会一上来就 offer 包包的。前一阵确实看到很多人说直接在 Madison Avenue 就零配拿到了 Birkin 或者 Kelly， 但是我看到这些大部分的零配，要不然就是拿的35这种大的尺寸，要不然就是拿的比较冷门的颜色，所以我觉得我是要这种25的热门的尺寸，而且是奔着金刚色去的，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零配的这种可能性啊，就没有必要尝试了，省得尴尬。那我跟 sales 说我想要的第一样东西呢是这个，这是一条项链，再好一点，就是这一条叫做 Fineness， 它的材质是白金的，然后上面一共有17颗碎钻，钻石的重量一共是 0.46 克拉。这个款式是非常百搭的这种，既可以高雅也可以俏皮，无论你是每天上班啊，还是穿的比较休闲，甚至是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戴它。那它的这个链子的长度还是可以调节的，但是两个长度相差也就这么短，大概2厘米吧，所以其实调节的意义并没有很大。戴上是这样的，很闪亮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平时就喜欢佩戴首饰的话，我觉得这条项链作为配货是非常值得的。首先它的样子是非常好看，款式很百搭，适合很多场合。虽然它的价格比较高，但是买回来之后利用率也会比较高。再有就是听说买首饰的话，爱马仕的 sales 会拿到更高的 commission， 所以你买首饰 sales 就会比较开心， sales 开心呢，你就更有可能拿到包。所以因为这2个原因吧，这条项链可以说是爱马仕配货的首选之一了，也是爱马仕最难买到的一条项链。那这条项链在国内是很难买，但我以为在美国还好，因为我在看的时候网站上当时就是有货的。不过后来我第一次去店里的时候 ，sales 跟我讲说店里没货，而且他有一个客人从去年等到今年都没有买到。那我是怎么买到的呢？此处可以划重点了。那我就跟 sales 说，网站上现在就有货呀，有这么难买吗？sales 说，那我们可以网上下单。所以说在店里请 sales 帮你在网上下单，并且你人在店里付款的话，那么 sales 在网上帮你买的东西是可以算作你在店里的消费记录和配货的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就是
通过这种方式的话，你人一定要在店里付款才可以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是想买什么店里恰好没货的话，可以去网上去看看。那 sales 可以在店里帮你下单，也可以是算作你的配货的。下单之后呢，既可以直接寄到你家里，也可以寄到爱马仕店里，然后你再去取，都是可以的。不过我这条项链也不是一次就买成功的，第一次下单之后很快就被砍单了。不过后来我还是通过这种方法买到的，就是一直在爱马仕网站上刷，大概10天之后吧，终于有一天晚上发现补货了，然后第2天一大早就去店里请 sales 帮我下单，于是就顺利买到了。总之这条项链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，是我这次配货里边最喜欢的一样。下单完项链之后，买了第2样配货呢，是这个，这是一条丝巾，一条羊绒丝巾，是这样的。这次买了一个黑白图案的。这个羊绒丝巾的尺寸很大，是140厘米乘140厘米的。然后这次选的这个图案呢，上面是钥匙的各种不同的钥匙的图案，然后边上呢是 bandana 丝巾的这种花边儿。就风格上呢是比较的可爱休闲的。它的成分呢是70%的羊绒加30%的真丝，所以手感上非常的柔软。那我之前买过挺多爱马仕家的丝巾，但自从我买了第1条这种羊绒丝巾之后，那些100%真丝的丝巾我基本上就没有再碰过。特别喜欢这种，一个是它是有70%的羊绒成分，所以它手感摸上去，然后佩戴上都是更加亲肤，更柔软、更舒服的。再有就是它呢也不是100%的羊绒，所以它在厚度上呢也是比较薄，所以不光秋冬天可以佩戴，夏天的空调房里或者飞机上呢都是可以这样披在身上。就简单的披一下，可以这样披在身上，比较随意，同时呢也是很好看又很舒服，还保暖。所以这种羊绒丝巾对我来说利用率呢是更高一些，单的戴一下。大概戴一下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就是穿一个黑色大衣，然后露出这种白色的围巾，点缀一下。或者这样佩戴，简单的这样搭在脖子上就可以，就挺好看的。就是中间这个钥匙的图案，或者还可以这样，佩戴，更多的是这个花边，这样都挺好看的。那因为材质的原因吧，像这种羊绒丝巾和100%真丝丝巾相比，它的颜色上呢会更暗一点，所以更低调内敛，我觉得相对更好搭配。那这次呢没有买彩色的，而是买了一个黑白的图案。因为我之前已经买过彩色的，而且爱马仕出这个丝巾更多的是彩色的，黑白相对较少，所以这次看到一个比较中意的黑白图案呢，就买了一个黑白的图案。这种羊绒丝巾呢，是我不为了配货，也是会经常购买的。这个羊绒丝巾我非常的推荐。买完丝巾之后 ，sales 带我去逛了衣服还有鞋子。那 sales 是非常推荐爱马仕的大衣，认为是一生中值得要拥有一件的单品。他们的大衣材质确实都非常的高级，而且款式呢也是很经典，不会过时的那种。那在 sales 推荐下，我也试了几件，确实都很好看，很经典的款式，但同时呢又有设计感。但是一是店里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尺码，二是我心想我已经买了这条项链了，那大件的这种衣服一件真的挺贵的，要不然以后下次配货再说吧，所以就婉拒了 sales。然后在鞋子那层呢，也没有特别看重的，试了那双 Kelly loafer， 上脚还挺好看的，但是也是没有特别想买的冲动。然后就跟 sales 讲说，跟我最近的穿搭风格不是很搭，那想说以后再来买好了。所以鞋子、衣服都没有买。后来听说那双 Kelly loafer
特别硬，特别不好穿，是不是？幸亏当时没有买，因为在那个店里那个地毯上很柔软，也试不太出来穿着舒适度的一个效果。逛完了鞋子和衣服呢，在我的要求下，我们去了家居那一层，然后就买了这个一个大件的，买了这个比包包的包装还大，是买了一条毛毯，这条毛毯。那这条毯子的图案是这样的，四角呢是有 H 的字母，然后中间是这种粗细不同的色块，然后颜色呢主要是浅驼色和燕麦色这个色系，然后深深浅浅的啊，我的口红蹭上了，还好。然后背面呢是一个反色，也是可以用的，背面也挺好看的。那这个毛毯它有90%的羊毛成分加10%的羊绒，摸上去是很柔软的。那它单纯作为一条毛毯来说，肯定是昂贵的，但是作为配货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。而且它这个做工也是，虽然它是羊毛，但是是料子很好的羊毛，一点都不扎。然后它的编织也是非常的密实，同时又很柔软。所以我觉得作为配货还是很值得的。而且我对配货的一个是否值得的一个衡量标准，就是看它的利用率高不高。即便是它的价位比较高，但是如果你经常使用，折合成 cost per wear 的价格的话，我觉得是值得入手的。特别是今年冬天将会有很多时间在家里待着，把自己裹在这个毯子里刷刷剧啊，看看书啊，应该会增加冬日居家隔离生活的一个幸福感。而且它这个配色很典雅，颜值也高，就随便给它搭在沙发上都是挺好看的。在买完了项链，挑完了围巾和毛毯之后 ，Sales 就开始 offer 包了。当时我这3样东西加起来一共是不到8000美金，用 Birkin 25的价格来计算的话，比例就是1比0.8。那当时 Sales 先问了我的喜好，我说我就要25的这个 size。他其实 offer 了几个不错的颜色，比如说金棕配银扣的 Birkin 25。但是我觉得金棕一定要配金扣，然后 Sales 也这么觉得，所以就没有看那一只。还 offer 了 Kelly 包的黑色，但我总觉得黑色的 Kelly 好像有点沉闷，特别是我喜欢比较硬挺的那个外缝的 Kelly， 所以也没有看。最后 Sales 还 offer 了一个吸气灰配银扣 Kelly 25 Epsom 皮外缝，然后我还去小黑屋里边试了一下，但是这个皮质的颜色加这个银扣，然后再加上整个硬挺的这个包型，让这个包显得非常的酷，感觉和我的风格就不是很搭，所以也被我拒绝了。那我跟 Sales 说，第一个包我还是希望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完美的一只，而且我不着急，我可以慢慢等，没有关系。那 Sales 也同意，所以呢也就没有怂恿我买什么。最后 Sales 还拿出了这个一个小马，说是和我那天背的这个菜篮子，他觉得特别的配，是这一只，这是今年新出的一个颜色，叫墨西哥粉。说实话，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艳丽了。这是配在这个大象灰这只包上的一个效果，我觉得太艳丽了。然后我问他说还有其他颜色吗？ Sales 去看了一下说没有。我当时已经拒绝了好几个 Birkin Kelly 了，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再拒绝他了。而且他真的很认真很兴奋的觉得说这个颜色和我的这只包很配。但我知道小马也不是很容易碰到，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到的，所以最后还是买了。后来发现配在我这个 Her Bag 上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，配这种深蓝色会更搭一点。那以上是我第一次去店里的一个经过，就没有买到包，但是买了几个不错的配货。那第二次去店里呢，就是为了重新订这条项链，而且第二次恰逢我和我老公的纪念日，为了去店里买东西，还调整了我们的出行计划。那 Sales 知道之后呢，就说，那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可以带回家的。那我心想，有戏。那当天买完了项链之后呢，又在 Sales 推荐下买了一条皮带，是这个。
它的皮带和皮带扣是分开的，皮带扣是这个，我看买这种皮带扣的人好像比较少，它的名字叫做 Gamma， 然后配的是这种宽大概2厘米的这个皮带，然后皮带的颜色呢是双面的，一面是大象灰配 Epsom 皮，一面是黑色配 Swift 皮，都是很百搭的颜色，特别是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当皮带真的是配一些浅色裤子啊、牛仔裤啊，就很多都很合适，而且之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颜色的皮带，比较特别。然后这个皮带扣呢是玫瑰金的，也是这种 H 的造型，但是相比于那个经典的大 H 呢，我觉得这个皮带扣没有那么的夺目，同时呢，它又是有一些设计感。爱马仕它的这个皮带和皮带扣是分开的，就是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皮带扣，然后配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皮带。皮带都是这种双面配色的，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选择。皮带扣是不单卖的，但皮带是单卖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如果想再配一个不同颜色双面的这种皮带的话，我可以去单买一个。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大 H 的皮带扣，即便那个大 H 的皮带扣和这条皮带是匹配的，但是我不能只买皮带扣，我必须要搭配一条皮带一起买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皮带是这么卖的。那买完这皮带之后，我的配货比例大概是1比0.875，不到0.9。然后我们又去看包，一开始 sales offer 几个包又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真的是想等一个我最满意的颜色。大小啊、五金啊这些都要完美，但后来 sales 就拿出了这个黑色配玫瑰金，虽然不是我的首选，但也非常满意啊对这只包，所以最后就愉快的买了这一只。最后 sales 又拿出一只小马，是这只，觉得和这只黑色的 Birkin 也是特别的配。回来我还没拆开过。然后这次拿出的是一只小黑马，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难买的一个颜色，但当时我又把它婉拒掉了。一个是我觉得它配这个 Birkin，可能有人喜欢这种很酷的风格吧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我觉得可能配黑银会更好一点，因为黑银就比较酷一点，黑色配玫瑰金呢就是更温柔，我感觉这个小马好像跟它不是很搭。我本来都已经婉拒了，我说我不想要，我还想下次等一个拼色的比较好，但是都已经到柜台那儿交钱了，然后眼看着这个马好像要被拿走收起来了，改变了主意说我要，因为我知道这只小黑马真的很难卖，很多人想买根本买不到，我也是怕以后会后悔，所以最后也一块结账了。这个就是这一只小黑马，后来发现这个小黑马配菜篮子什么的还挺好的，比那个小粉马好看，酷酷的。我看这个小黑马在二手市场上被炒的也挺高的，这个小黑马配我这个 Herbag 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也挺好的。那关于这次的一个配货比例算下来，我觉得应该是1比0.8到0.9吧，因为在0.8的时候 sales 就开始 offer 包包了。那像这些小马呀，包括这个丝巾推理啊，我觉得都不应该算在所谓配货的范围内吧，因为是 sales offer 了包包之后才把它们拿出来的，我买不买它们对于我的拿包都是不会有影响的。那如果要是把我除了包包之外买的其他的东西都算上的话，大概是1比1的样子。那年初还买了一个菜篮子，如果再把那个加上的话呢，那肯定是超过1比1了。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包包是不是算配货，国内是不算的，但美国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配货制度，所以我不太清楚。但是因为那只包买的时间蛮久远的了，我觉得可能不应该算在配货里，可能算有一个消费记录吧。我觉得我买这个包还是算做一个比较正常的配货比例吧，就在1比1左右。那临走之前 sales 跟我说，每个顾客每年在 BKC 的范围内可以拿2个包，那我今年还有一个名额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 Birkin 了，那下一个可以着重看一下 Cowley。
那我有问 sales 说，那我下次买包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买这么多东西呢？意思是问问配货到底是个什么要求。那 sales 的回答呢是不需要，但是包包的数量有限，买包的人多，所以他们在卖的时候就要考虑客人的消费记录，当然消费记录高的人就会优先。那所以这个意思是还是要有配货的要求呗。当时听到这儿我心都有点凉了。纽约的贵妇白富美那么多，我真的拼消费记录哪拼得过人家？不过这次买到这个黑色玫瑰金，我是挺满意的了，希望下次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最后来总结我的几点经验吧，这些经验是适用于你在店里慢慢积累消费买包，不适用于你去旅行一次性配货买包的情况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你在店里请 sales 帮你在网上下单，是可以算作你在店里的消费记录和配货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特别想买某样东西，但是店里没货的话，没有必要死等着店里来货，可以不时的在网上刷一刷。如果网上有货的话，可以去店里请 sales 帮你下单，但是要注意你刷卡的付钱的时候，人一定要是在店里的，不能通过电话来 order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不要怕拒绝 sales 的 offer， 无论是 offer 包包也好，还是配货也好。那我之前看到很多人说，第一次买 Birkin Kelly 的时候，为了和 sales 搞好一个长期的关系，以后好拿包，所以第一个他 offer 的，即便是不喜欢的尺寸或者颜色，也勉强买了。当然你要有这个闲钱无所谓啊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买包花了这么多钱，配货花了这么多钱，我肯定是想买一个我自己最满意的。自己真的喜欢的，自己用得上的，没有必要说 sales，让你配什么你就配什么。那其实在我买包的这个整个过程中，我也是拒绝了 sales 很多次的，无论是配货方面还是包包方面。但事实证明，最后并不影响我拿包，而且反而在这个过程中 sales 会更加了解你的喜好，以后推荐的呢会是更适合你的东西。当然我在拒绝 sales 的同时，我也会提到说这个东西可能现在不适合我，或者现在不想要，那之后我还考虑会要什么。毕竟我真的是想为我下一个 Kelly 包做配货的，还是让 sales 知道我是一个长期的客户。第三就是美国的爱马仕没有要求一个明确的配货比例，对于哪些东西算作配货，哪些不算，好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。所以你能不能拿包呢，还是要看你和 sales 的关系，还有就是你的 sales 给力不给力。所以还是建议时不时的去店里买点东西刷刷脸，这样 sales 认识你，熟悉你之后呢，以后来了你想要的颜色包包会想起你。再有就是多去店里，万一那天就到了你想要的这个包呢，如果你要没去店里，可能就是别人的了。当然这也是一个运气问题了。所以长期配货的话，还是认准一家店，认准一个 sales 来买，这也是我的 sales 跟我说的原话。像 BKC 这种呢，就不要奢望能零配了，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尺寸和颜色，还是踏踏实实的配货吧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，可能更容易拿到包，比如说生日，比如说纪念日啊。我知道很多人在生日之前会跟 sales 说啊，生日快到啦，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被 offer 一些还不错的包包。那我这次也是恰逢纪念日，我觉得对于我拿到这个包也是有帮助的。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录着录着光线又变暗了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你给我点个赞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